10年寒窗苦读干的就是你3代从商。02年全村老幼凑齐108006毛，只为供我完成学业。如今3年之期已到，我要让村里的狗都用上今晚。风起哥，今天回国就让我好好安排你一下吧。不了，我得先回一趟老家。那好吧，大哥等你安顿好了，记得给我发消息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金哥，刚才那家伙谁啊？这么拽，您家可是资产上亿，一点面子都不给你。你小子给我闭嘴！那位与我同一年进入鹰将哈佛留学，短短几年获取了经济设计、语言、计算机4门博士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学历高又怎么样？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，不就是一个聪明点的吗？喽，人家10年寒窗干的就是你3代从商。仅2年，他与一位鹰将的学长创立了一个叫脸书的互联网公司。不久前有集团要花7亿美金收购，据我所知，他拥有50%的股份。什么？岂不是说他现在身价几十亿？这算什么啊？看到那位青年吗？当今内阁2长老的孙子，这种身份都甘愿站后面，你懂意味着什么吗？真是人不可斗量，海水不可貌相啊！老大，你真的打算回国就当一个村长吗？对，村中老幼扶我青云志，我还他们1万2金，如今也是到我回报他们的时候。老大，在国内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找我。你小子，我可不会跟你客套的，先走了。潜龙出海，看来我祖龙又要出现一位搅动风云的大人物了。奔驰车在道路上快速行驶，乘坐在后车位置的曹风起口中喃喃道：“感谢老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，这一世我回来了。”上一世曹风起留学归来，带着抱负想要回报自己的家乡，想帮助村民脱贫，却都以失败告终。可村民们非但没有怪他，反而安慰他，让他去大城市发展，别让家乡耽误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打断了曹风起的回忆。曹总，您之前预约的2亿现金已经准备好了。周行长，我已经把位置发给你了，麻烦安排好车辆运过去。而此时曹家村村口处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。曹总，前面好像在办喜事，咱们押运车过不去。就在这边停下吧，咱们步行进去。这破地方地面上全部都是泥，明秀怎么想着嫁到这破村庄来？是呀，当初打仗都没有找到的地方，就让明秀找到了，她竟然还愿意嫁到这里，真是脑子出毛病了。我看婚后有她哭的，走进破村庄只需要一个恋爱脑，殊不知日后自己的孩子想要走出这村庄需要最强大脑，真是盛装奔赴人间疾苦。那曹强哪里好了？给他下了什么迷药？曹风起闻言忍不住的皱了皱眉头。今天的婚礼他有印象是他一位堂哥结婚，只不过上一世的他回国后赶到村里的时候，婚礼已经结束。今日张明秀嫁入我们曹家村，很快将会是你们高攀不起的存在。你说什么？搞笑呢？你以为你是歪嘴龙王吗？曹风起并没有理会他们，径直的朝着前方走去。二爷，我回来了。风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在国外学习吗？好孩子，快来让二爷好好看看。曹风起此时心中有千言万语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他父母去世的早，在这里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明秀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我堂弟曹风起，他可厉害了，16岁就跳级读完大学，随后便出国留学，是我们曹家的骄傲。嫂子您好。你们等会再叙旧吧，马上就进行仪式了。我们女儿嫁过来也没有要什么彩礼，希望你们能好好对待她。张叔，我知道明秀嫂子今日嫁到我们曹家村会令你们担心以后嫂子的生活，令你感觉没有面子低人一头，但现在请你放心。曹风起目光扫向后方刚才议论的一众张家亲朋好友身上，随即朝着身旁的周行长示意了一下。风起，你这是？强哥，今天你的面子由弟弟我撑起来了。上一世他未能回报家乡，曹家村唯一有出息的便是曹强他们一家，甚至在他结婚的时候直接给他包了88万的礼钱。用他的话来说，我是你哥，长兄如父。就在这时，后方传来车辆轰鸣声，运钞车朝着这边驶来。曹总，车要打开吗？全部打开。嫂子，之前我们村穷给不起你们彩礼，现在我们有钱自然不会亏待你。小丽快看，这是真钱吗？我烧纸的时候都没有见过这么多。哇，你这是？二爷，这些都是我在国外赚的。曹风起说着走到车子前，直接用一旁的袋子装了100万现金走了过来。张叔，首先感谢你们愿意在我们曹家如此贫困的时候将女儿嫁过来，这是我们曹家村给你们的彩礼100万，请收下。我不能要，不能要，这太多了。张叔收下吧，我一共取了2个亿的现金过来，这100万不算什么。说完，曹风起转而看向周围的村民亲人，大声说道：我曹风起打小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，你们供我生活，供我学习，今日我不负诸位乡亲的厚望，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。等曹强哥婚礼之后，所有村民每家100万现金。话音落下，想象中的沸腾欢呼并没有响起，反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眼睛立刻红了起来。好好好，我曹家村，我们曹氏家族出笼了。风气好样的，谁能够想到我们这个穷破的小村庄竟然能出你这等人物？二爷，咱们待会再说，良辰吉日可不要错过了。好好，今日咱们曹家村双喜临门，准备开喜。酒过5味，曹强带着张明秀走了过来。风起，谢谢你，今天你真是让我长脸了。强哥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说这么见外的话。此时先前嘲笑明秀恋爱脑的几位舔着个脸走了过来。哎呀，明秀，我可真是太羡慕你了。曹强，你们村里还有单身的帅哥吗？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呀。有啊，还有很多。强哥慢着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明秀嫂子这么好，其他人还不配嫁入我们曹家村。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？真下头。现在看到这100万彩礼就忘记你刚才说的话，需要我给你重复一遍？曹风起的一句话瞬间令几名女生脸色僵了下来，随即落荒而逃。风起，快过来，酒席都收拾好了，来跟大伙一起谈谈。来了，二爷。风起，你刚才说每家给100万，这钱给太多了，谁还能安心睡觉了？二爷，没有你们哪有如今的我？另外这钱我已经规划了，首先大伙建造新房要花掉70%-80%甚至更多，另外我手里还有5个亿，这些也都会用来家乡发展跟投资。什么？我的个乖乖！二爷先别急，我还有一个事情要说，日后我准备接手村里的事情，接下来我在村内企业营业，我会拿走50%，剩余用在村内福利上。你以后就好好休息，我来当村长，你们只要支持我就行了。二爷看着曹风起坚定的目光，不由眼眶一红。
红。昔日的娃娃如今已然长成能支撑起村中的存在。好，风起，只要村里不拖累你，你想当就当。刚好我也老了，能享享福。所以二爷爷，你们现在也要听我的，那钱你们就好好收着吧，听我指挥。你小子给我们下套呢！好好好。二爷说完便收起脸上的笑容，沉声对众人们说道：如今得祖宗保佑，我们曹氏家族出笼，曹家第28代子嗣曹风起为我曹氏家族族长，曹家村村长。但凡违背族长、村长之意者，踢出族谱，滚出曹家村。此时整个曹家村众人眼中都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。殊不知村口来了几位不速之客。接上集曹风起刚接任村长一职，村口就闯入一群不速之客。哟，老曹，听说你们村出了一个厉害的人物，今日我们过来看看，顺便谈点事。有什么事直说。此时中年人看到院子里运钞车，眼中闪过一丝嫉妒与狂热。而曹家村与何家村的关系极差，这不是看到你们曹家村一步登天过来恭喜一番吗？年轻人就是厉害。何村长，有事你就直说吧。对于你们曹家村来说不算什么事，东边大桥你们也知道，我们何家村比较穷，一直拿不出来钱建。如今你们曹家村发达了，这费用对你们来说简直是毛毛雨。何小狗，你还有脸说？1年前咱们2个村谈好了，一村出5万建那座桥，如今我们曹家村出力把桥建了一半，现在你们说没钱了？老曹别生气，我们何家村是真的困难，这不能者多劳吗？老曹也是你配叫的，给我叫二爷。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有脸来说此事。修一个桥对我们曹家村来说轻轻松松，别说1个了，就是100个我们也修建得起。不过我们全村都准备迁移了，难不成修给你们这群不讲信用的何家村用吗？对于何家村，曹风起心中带着怒。上一世曹二爷因为修桥的事都气进了医院，差点开席。你这小年轻怎么跟我说话呢？给我滚！听到我村长话没有？赶紧滚出去！小子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。老家伙，年轻人不气盛叫年轻人吗？强哥通知乡亲们，将我们建好的一半大桥给挖了，别让某些小人占了我们的便宜。看着曹家村人越聚越多，何家村一众人脸色无比难堪，却敢怒不敢言，扭头朝着外面走去。风起，我们村子好久没有这么神气过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你在。强哥，我一定会让咱们的村子成为整个祖龙都羡慕的存在。与此同时，城主府办公室内，老周，什么风把你这个大行长吹来了？吴城主，我是来给人办事的。我们工行有一个大客户是你们曹阳县的，他准备迁移他们整个村庄到龙湖那边，要批个10公里的范围。另外，他还要再花几千万投资一个酒厂。老周，你没给人骗了吧？你知道这10公里是什么概念吗？我能不知道吗？他在我们工行账户上有7个亿的现金，刚取走了2个亿，是我们最大的客户，我都得低头哈腰陪着。什么？7个亿现金？哎呀，你早说嘛！这位叫什么名字？我拟定个合约，到时亲自过去看看。他叫曹风起。而此时曹风起正跟二爷商量以后新农村的建设方案，随即就接到周行长的传来的好消息。周行长，麻烦你了，事后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另外，关于采购红木的事情，你那边有信息吗？曹总，我联系了几个红木家具商家，顶级的3大贡木价格很高，若是玉国的花梨木倒是很便宜，档次仅次于3大贡木。我这里有联系方式可以发给您。好，那多谢周行长了。曹风起既然要重新盖房子，自然要令房屋能够住几十年而不过时，所以他将风格定位园林风。另外，他给村民们一家30-40万用来买红木家具，10几年后就价值1000多万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积累。小风，玉国花梨木是什么东西？我就知道玉国的翡翠原石。强哥，花梨木是制作家具的高档木材之一。下一秒，曹风起脑海突然闪过一道信息：前世玉国传奇大原石便是在这时出现，价值不可估量，利润比他这2年赚的都多。小风在想什么？叫你半天没反应呢。在想一些事情。二爷，我准备前往玉国一趟进行投资。去玉国？那地方有些乱呀。是啊，以前我和胡子他们当兵值守边境的时候，那里就经常传来枪声。放心，我去的是他们首都。小风，这趟非去不可吗？是的，二爷，这关系到我们村子发展的进度。那好吧，让小智2兄弟跟着你，他们当过兵，你现在是咱们曹氏家族的族长，背后有着200户人家1000多人，你可不能出任何意外。我知道了，明天走的时候我会叫上他们。次日，曹风起等人便来到玉国的首都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公盘之地。此时，一个摊位吸引了他的注意，而女子看到曹风起面容后不由一愣。美女，看到一个帅哥的时候，你最好先看他的眼睛。为什么？他的眼睛没有看你的时候，你再详细打量就不会被发现。所以你刚才就是这么干的吗？我在看你的设计，当然也看了下美女。油嘴滑舌的。曹风起看到关系拉近一些，防止过犹不及，连忙转移话题。姐，你知道那块几千万的大玉王卖家在哪里吗？大玉王吗？卖家我认识，怎么你要买？曹风起没有接话，手指着摊位开口道：姐，你帮我在摊位上挑100万的原石，另外帮我一个忙，可以吗？什么忙？我想要买那块4000万大玉王，最好在不超过原价的基础上购买。曹风起知道他若是自个上门去购买，别人一看便知道他是小白，很有可能会抬高价格。最简单的方法是让其同行购买。此时女子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便知这是来真的。你既然要买，那我也没有不赚钱的道理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你可以拿下这10块。可以，能在这里开吧？没问题。胡师傅来给顾客解释。这位先生，咱们里面请。好的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尤雅，家里都在做玉石生意。我叫曹风起，尤雅姐，你觉得那块大玉王多少钱能够拿下来？这大玉王是被3名国内商人买下，刚开始标了8000万的价格，被一众商家狂喷，降到5000万都无人问津。但4000万本钱上加个几十上百万，我有把握。不过原石风险极大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区4000万而已，没了就没了，什么时候能联系商家？此时尤雅心中对眼前这个英俊青年心中充满了好奇。就在这时，胡师傅走了过来。这位老板，第1块垮得很厉害，料子基本废
配了，还在剩余几块可以挽回损失。曹风起看着这一块石头，心中却反而异常兴奋，因为一个至少几百亿乃至上千亿的商机出现在眼前。前世08年之前可没有高冰种之说，这都是后期火起来的，其中价格翻了数十倍。10年寒窗苦读干的就是你3代从商。02年全村老幼凑齐108006毛，只为供我完成学业。如今3年之期已到，我要让村里的狗都用上今晚。接上集，曹风起前往玉国寻找前世价值几十亿的大玉王。尤总，欢迎欢迎，里面请里面请。吴总，我这位曹风起弟弟有意向看看那块大玉王。曹总您好，我叫吴爱国，您叫我老吴就行。吴总你好，幸会幸会。吴总，咱们之前电话中已经谈了，给你们留100万的利润，能卖我们就看看或再决定买不买，不能卖我们就走了。尤总，您可真是雷厉风行。那曹总，咱们里面请。曹风起点了点头。此时吴爱国满脸苦涩，他跟几个合伙人投了4000万的资金压在这一个石头上已经大半年了，自己也不敢切，一旦垮了4000万可能就变成40万，能直接人生重开了。曹总，这块石头很有可能开出帝王绿，要不您再加点。老吴，我也不给你讲价，4100万立马打款，明日解石，错过这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。好好，合作愉快。次日一早，整个市场得知大玉王要解石的消息，瞬间引起轰动。咦，尤雅，这是你钓到的小男朋友很有钱吗？竟然买下了这块标王！你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！看来是抱上了大腿，说话都这么硬气，我可不想管你这些破事。这个月分红什么时候到账？曹总不好意思，我先失陪一下，处理一些事情。老吴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尤总的家事。3年前她丈夫意外出事，尤总接管丈夫钱家玉石生意，并越做越大。可尤总毕竟是外人，又只有一个女儿，所以你懂得。曹风起意外地看向一旁的尤雅，他没想到这个偶然遇到的美女竟然还有如此经历。他之所以主动与其结识，并不是他真想当曹贼，而是对于其超强的手势设计感到惊讶，却没想到他经商能力也这么出色。曹总确定了第一刀的路线，要现在动手吗？切吧。曹总，您就不紧张吧？4100万呢？区4100万吧。若我万一大涨，老吴那你岂不是要后悔死？后悔？原是玩的就是愿赌服输，我们没有魄力，就算是您不开，我们也不敢开，估计也会继续低价卖。曹风起看向他，倒是欣赏了起来。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商业帝国蓝图，其中奢侈品行业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重生回来买一些股票，等待升值，那多么没意思。他要带领曹家村走实业，走上巅峰。老吴，要不你跟我混吧，我给你每年500万底薪，以及你日后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什么？曹总，您是不是给的太多了？500万呢？这点钱算得了什么？跟着我的人，我不会亏待他。吴爱国没有任何的犹豫，点头同意，迟1秒都是对资本的不尊重。就在这时，激动乃至有些疯狂的声音从胡师傅他们口中传出：曹总，涨了，涨了，是大涨！满眼帝王绿，简直太离谱了！以现在所展现出来的价值，稳稳超过10亿，甚至达到了20亿。志哥，咱们村长短短几天这就赚了10几亿。两人对视一眼，直接从怀中掏出香蕉，站到了大玉王的周围。如若有人敢动手，他们不会有丝毫犹豫，直接生死相见。恭喜风起弟弟，这块石头已经远远超出预期，可以收手了。是呀，曹总，接下来最好细工慢做，稍有一点偏移，可能就是几十万的损失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一整块翡翠价值在20亿左右。是吗？那就拉回国慢慢解。刚好今天包了飞机，老吴你跟我一起回去吗？好的，老板。尤雅姐，我从老吴那边得知你一些事情，我准备回国开一家奢侈品公司，缺一个高级设计师跟管理者。你来的话，每年保底800万的年薪能先预支1年，让你不用在这钱家受气。尤雅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，800万年薪在这06年是什么概念？可仅仅纠结了10几秒钟，神色便坚定了下来。他为了钱家做这么多，还不是被他们不重视，甚至钱家第3代生怕他夺财产。曹总，那小女子以后便在你手下混口饭吃了。不过我现在不能跟你们一起回国，还些家事需要处理完。没事，正好我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做，对你手里的人脉放出消息，我们公司大量收购高冰种。好的，老板。随后众人走出会场，而刚才那位钱家3代找上门来。尤雅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个月分红才给我100万，都不够小爷几顿饭，你是不是在账务上动了手脚？钱浩，你在怀疑我？怀疑你怎么了？记住，你就是我们钱家管事的一条狗，小爷心情好叫你一声尤雅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做我嫂子了。满嘴乱喷的家伙，尤总需要我帮你处理一下吗？不了，这点小事还不劳曹总出马。之前是我对这个家还心怀一丝念想，如今也该给这场闹剧画上一个句号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管我们钱家的事？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这个市场？钱浩，如果你不想钱家看不到明天的太阳，就闭嘴。这位岂是你能得罪起的？刚才会场那块原石开出帝王绿价值20亿，这钱能在玉国做点什么？我不说你也明白吧？什么帝王绿？大佬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您刚才那脚踢得真帅，没脏了你的鞋吧？闭嘴，回到钱家给我好好配合尤总的工作，不然的话，我可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超能力。我懂，我办事您放心。曹总，多谢你了，有你这句话能减少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小事，毕竟你现在是我员工，我在祖龙等你过来。好的，我会尽快处理完。老板，咱们这次回国要卖掉这块大玉王吗？我认识一家高级拍卖行。不用，这块大玉王我另有用处。走吧，我们先去机场。曹风起并不准备将大玉王出售，因为在接下来的奢侈品商业帝国中，还需要他坐镇高级市场。真正赚钱的就是未来即将翻数十倍的高冰种。次日刚下飞机，曹风起跟吴爱国下达任务。老板，咱们这公司需要在京府、魔都等一众城市核心
心地段购买商业楼当销售处吗？这会不会太浪费了？翡翠只是公司其中的一项业务，你按照我给您写下的地址去商谈寻找就行。老板，您有钱，听您的。去吧，你带曹亮一起，顺便多教教他一些东西。是，老板。目前奢侈品产业开始布局了，接下来就是带领曹家村进入白酒市场取代台子，这可是一个大 boss。另外，08年金融危机马上到来，必须要弄一笔钱在这一个世纪盛宴中狂揽一笔。而这时，曹志一脸沉重地走了过来。村长，不好了，村里那边出事了，曹强哥还被人打了。什么？赶紧回村！10年寒窗苦读干的就是你3代从商。02年全村老幼凑齐108006毛纸为供我完成学业，如今学成归来，我要让村里的狗都用上今晚。接上集曹风起刚从玉国回来，得知曹家村有人闹事，二爷这里怎么回事？这群混蛋说必须让我们高价买他们的砂石，我们从其他地方买材料，他们就去威胁对方。今天又来我们这里闹事，还把小强打伤了。风起，反正你二爷我也活够了，任何人都不能欺负我们曹家村，让我们几个老家伙跟他们拼了吧！二爷，区区一群蝼蚁还不值得您拼命？我曹风起在这里要告诉所有人，有我在，一天就没有人能够欺负我们曹家村，如果有就给我下地狱！说的耶稣也留不住。小兔崽子口气挺大啊，小爷就站在这里，你敢动我一根毫毛吗？懂不懂我们深海帮的含金量？村长别冲动，您可是我们曹家村的希望，可不能脏了您的手。只要您点头，有些事我可以为您做。小智放心吧，俗话说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，也该是时候让这个地界响起我们曹家村的声音。小子，你是不是动漫看多了？这中二的台词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你家里难道没教过你别人说话的时候别插嘴 ？TMD， 你能打有个屁用！现在出来混讲的是人多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给我上？是吗？让他们动一步给我看看，一个月300，跟你玩什么命？他转身就走了，像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再也没有看我一眼。小子，拿个破香蕉吓唬谁？你知不知道我爷是县里的孙县令，出来混讲的是背景，识相点给个700-800万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是吗？那我真的好怕。不过你可以赌一赌，我敢不敢开？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过来咬一口，也不怕把自己的牙齿崩裂。曹风起很明白，面对突然暴富的曹家村会吸引很多豺狼虎豹的注意，只有将他们打疼了，才不会有下一次。而这时，曹阳县县令赶了过来，看到倒在地上的人，脸色大变。我的好乖孙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真是反了天了！谁干的？赶紧自首！爷，就是这小子，他还拿香蕉这危险武器威胁我，赶紧把他抓起来。就这小水枪也算是危险武器吗？就这点胆子也敢学别人出来收保护费？你小子竟敢耍我！行了，都给我闭嘴！这一切本县令自会调查清楚，现在全部给我回衙里！孙县令冲着对方施了一个眼神，其中意思不言而喻。而这一切都被曹风起捕捉到，真是好大的威风！不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直接下达命令。我要告诉你，如若你的屁股底下干净，你会被调离曹阳县；如若不干净，你会万劫不复。你以为你是谁？简直反了天了！我是谁，待会你就知道。你现在最好保佑一下这件事是不是你指示的，连我的羊毛也敢薅。曹风起留学时募集一众留学生的钱，帮他们赚取10几亿，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第一桶金，更是为了人脉。这个人脉圈虽然年轻，但绝对恐怖。这次他不介意杀鸡用牛刀，也要展示自己的实力。老大，你终于想起我来了，我还准备去你老家找你呢。小芳，我这里有一件小事需要你帮忙一下，有10几个混子吃东西来我们曹家村找麻烦，背后有点关系，麻烦你找人关注一下。老大你没事吧？这点小事我待会吩咐下去。我没事。小芳，你以后是要走仕途是吧？哥送你一份礼物，来和府龙湖镇当镇长。好，我这就跟家里说一声，这2天我就去找你。电话挂下没多久，何府的一把手就在赶来的路上。小子，你在这里装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在曹阳县我爷爷就是天，你要是乖乖听话，把你们曹村上亿元建设的工程都包给我，说不定小爷我一开心就免了你去县衙一趟。哪里来的人竟然敢如此口出狂言？你就是这土鳖找来的救兵，看到我爷爷还不赶快行礼？给我闭嘴！赵书记不好意思，我孙子精神有点不正常，您跟他别一般见识。您怎么今天有空来这小村落？此时赵书记丝毫没有搭理两人的意思，径直朝曹风起走来。这位就是咱们何氏的年轻首富曹村长吧？当真是青年俊杰，若不嫌弃，可以叫我一声赵叔。赵叔您好，今天看来要麻烦您了。曹风起心知这是方文明出力了，也没有端架子，随后将此事来龙去脉说了出来。真是反了天了，一群混子竟然公然威胁人，无视律法。小王把这家伙带下去，好好审讯一下。事后，市里一把手的赵书记没有立刻离去，反而视察起了周围，不由对曹风起惊叹道：“小曹，你竟然要拿上亿元建造曹家村，还真是大手笔啊！在咱们卢省，恐怕仅次于山南村与泉水庄村了，真是我们何氏的福音。”赵叔，也许明年曹家村就是卢省第1村了。哦，是吗？如若曹家村能够成为咱卢省第1村，那我这个书记也太有面子了。赵书记并未将这句话放在心上，因为他清楚山南村与泉水庄的实力，这可是全国前10的村庄，集体资产都是几十亿的。而曹风起知道赵书记不相信他的话，也不在意。赵叔，我有一个请求，不知道咱们何氏的电视台能否给我们曹家村用？当然，我们可以花钱购买300万，1年可以签订10年合同。小曹，你要电视台做什么？咱们何氏的电视台只能够何氏民众才能够收到，而且基本不盈利。我明白，我们以曹家村集体的名义租借过来。赵叔，你看如何？当然没问题，不过节目那里需要符合国家标准，因为何氏穷，根本买不起什么的好节目，收看的人数也就1-2万。
纯属于鸡肋。现在曹家村要300万拿下合适的电视台，他自然同意。当然，主要也是曹家村属于村集体企业，要是普通公司想要租用，根本不可能。没问题，这2天我去市里谈一下，随时都可以，咱们留个联系方式。曹风起目送着赵书记离去，口中喃喃道：“现在是06年最大的宣传渠道媒介，还是个大卫士，这对于日后曹家村酒业、奢侈品业的营销宣传重中之重。当务之急是要将电视台提升到卫视级别，让全国所有人都能够接收到。如今也该让圈子再次聚一聚，一个人吃独食可做不起来。”随着曹风起短信发出，祖龙各地一个个身份不凡的青年纷纷朝京府赶去。